俄罗斯在顿巴斯的成功只是新的开始，乌军的反攻也在进行，战争会越打越惨烈。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最近，俄罗斯军队在顿巴斯地区的作战行动正在走向胜利，而乌军开始在顿涅茨克与俄军展开巷战，因此，很多人从对俄罗斯军队表现的悲观，又走向了极端的乐观，认为顿巴斯战局的结束意味着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的胜利，普京已经赢了。其实，俄罗斯赢得顿巴斯地区的战争胜利并不算大难题，难的是普京仍然无法实现其战略目标，也就是让乌克兰承认两个乌东共和国的独立，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并承诺不再申请加入北约。如果我们站在乌克兰的立场上看问题，根本就不大可能在俄军获得乌东战役胜利后就选择投降，或者是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所以，除非俄罗斯降低战略目标，否则这必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自红利曼落入俄罗斯手中之后，俄罗斯与乌克兰进行的战事更像是一场火炮、战壕争夺战和建筑物的轰炸以及巷战。虽然俄军拥有更强大的火炮优势，但不能简单的以为只有乌军有重大伤亡。西方对俄罗斯整体损失的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是，有超过4万人退出战斗，其中包括伤员。独立网站统计的数据显示，俄军已经有超过736辆坦克、1200多辆装甲车和步战车、27架战斗机和至少42架直升机被毁。俄罗斯最近把超过300辆的老掉牙的特溜2坦克送往前线，充分证明其损失也是非常大的。泽连斯基在之前说，如果占领者认为红利曼和北顿涅茨克将是他们的，他们就错了，顿巴斯将是乌克兰人的。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则表示，顿巴斯是无条件的优先事项，战争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随后，乌军开始在北顿涅茨克发起反攻，而国际雇佣兵投入战场，也对战局的发展造成了影响。泽连斯基甚至还偷偷跑到前线对乌军进行视察，这是在向西方国家展示与俄军死战到底的决心。从长远看，乌克兰和西方也开始为失去顿巴斯地区做准备了。比如，俄罗斯媒体称，波兰有志愿者成建制地进入乌克兰东部进行部署。美国考虑援助乌克兰爱国者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等等。在黑海拥有港口是避免让乌克兰变成一个内陆和被封锁的失败国家的关键。西方国家开始向乌克兰提供反舰导弹，奥德萨有可能在下一个阶段成为俄乌交战的中心舞台，因为北约正在考虑护送国际商船进出港口。从长远看，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另外，赫尔松在下一个阶段也将是乌军反攻的主要方向。双方的争夺将围绕克里米亚的供水展开。克里米亚半岛的水源都来自于赫尔松到克里米亚的运河。乌克兰过去关闭了苏联时期修建的位于赫尔松的第聂伯河供水的运河系统，掐断了克里米亚最重要的水源。俄军面临的另一个堡垒城市就是哈尔科夫，这里有与马里乌波尔类似的前苏联时期建造的防御工事，距离俄罗斯边境只有30公里，但它又是乌克兰的重工业和教育中心。俄罗斯想要乌克兰在谈判桌上屈服，恐怕还要考虑攻打哈尔科夫，这又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总体来看，俄罗斯虽然公布了第3阶段的作战任务，在顿巴斯地区的战局正在取得成功，但是距离结束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仍然非常遥远。双方的和平取决于战场上的较量，更取决于双方在谈判桌上的让步，否则真的有可能打上好几年，这反而便宜了美国。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